今天跋山涉水给兔子做了个冬暖夏凉的洞穴庇护所。1年前无意间收获的小兔子被我养成了宠物兔，不仅不用喂食，完全放养，期间还生产了2窝小兔崽。遗憾的是，最近狗子杀疯了，兔子的下场就不言而喻。现在就留下了4只小兔，为了让它们繁衍生息，我决定在养鸡鸭的地方给它们做一个庇护所。这块区域有3面都是用乱石砌筑了护坡，正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。如何能借势造势，就是要面临的难题。无意在市场上看见了这种坛子，让我灵感重生。养过兔子的都应该知道，它们与生俱来就带有打洞的技能，最主要夏天还特别怕热，所以它们的庇护所不仅要冬暖夏凉，还要有一定的防越狱功能。这种坛子直接埋在土里做基础，不仅免去了做防水的麻烦，还能避免它们打洞给护坡造成破坏。倾斜一点。哎，这个空间可以。坛子的高度有60，口径是40的规格，整体被平放着埋进土里，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内嵌空间。外围为了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又找了些石头把这段垮塌的部分重新砌筑。为了增加庇护所的隐秘性，洞口并没有预留的太大，但是成年的兔子通行还是比较充裕的。坛口周围都是用水泥凝固了的，这样之后即便是下雨，也不用担心雨水会流进去。看下有几个蛋？6个蛋。鸡鸭和兔还是决定要分开来养，现在要去找一些围栏要用到的竹子。房屋侧面虽然就有一片竹林，但是品种不耐用，我们要找一种比较坚固的品种。好啊。这块地因为距离房屋比较远，已经很久没有维护了，现在已经成了这样。以前父辈只是把竹子种在护坡上，为了保护泥土，没想到现在整块地都被他们占领了，还是得找时间把这里清理出来。最近收到村里的通知，如果撂荒严重，可能会被土地收回。再加上最近看见周围到处都在推灵环耕，更加确信这次是动真格的了。毕竟这些土地都是来之不易，就是还没有想好这样的地形种点什么好，大家有好的建议吗？爬山涉水找来的竹子并不是用来做围栏，而是另有目的。这里的土壤就比较松软，围栏的立柱削尖后直接打进土里就比较稳当了。兔子并不用担心会翻越围栏，但是要预防鸡飞过去，所以高度还是1.5米。兔子越狱一般都是从围栏的地面打洞。准备的竹子就是用在这里的，竹子被切成接近50厘米的长度，之后还要被交叉穿过护栏网，最后再打入土里20厘米左右的深度。这样兔子即便想要打洞翻越还是比较困难的。为了一劳永逸，圈兔子的围栏基础通通都用这样的方式加固了一遍。进出的门就用围栏对折成双层的，为了方便之后进出，四周找了几根木棍做了个边框。门的下方是最容易忽略的，我就挖了个坑，埋了几块石头进去。现在终于可以把小兔子接进来测试看看了。出来。这只兔子异常的兴奋，新环境都还在探索，妥妥的吃货，应该出不去了。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垫在下面，给它做一个窝。这个季节让我想到了掉落的松针叶，小时候烧过柴火的应该都不陌生，明火的必备神器。这次主要是用来改善地面的环境。兔子生活的区域分为上下2层，庇护所对应的区域地面都要垫上一层松针叶，这样也能隔离地面的泥土，减少雨季动物的感染。上面是活动区域，改用松皮来铺垫的。之前湖边种植物，大家觉得土壤贫瘠，等来年腐化后又能将它们收集起来，增加植物的肥力，一举多得。现在给大家看看兔子的庇护所全貌，整体是由上下2层构成，下层铺松针的地方是生活的区域，晚上它们就住在护坡的4个洞穴里，私密性还是要有的，不然不用等多久这里就要装不下了。用餐就在这个角落，因为这里离菜地比较近，平时投食也不用进来。上面这层就是活动区域，整体布局就是这样，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。现在鸡鸭也有了新邻居，